肩胛部分呢，可以看到它也是可以，哎，你看被弹出去了吧？把玩的是快乐，分享的是心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涛哥测评。那么本次和你们介绍的是这款来自于 StreetZero 公司出品的 DRX 变2擎天柱。DRX 这个系列在之前推出过2款擎天柱，一款是大黄蜂电影外传的版本，而另一款呢则是围城动画版的。其中外传柱的素质非常不错，一经面世呢便受到了玩家群体的一致认可。所以在这个系列宣布要推出变形金刚2造型的擎天柱时，我别提多激动了，甚至眼角都有点湿润。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实在是太想要一个外观非常还原的电影版擎天柱可动玩具。然而之前市面上推出的相关产品，无论是 DMK 系列的拼装，还是海洋堂，亦或是 3A 的大比例版本，都无法满足我的需求。相信这款产品的到来呢，也满足了不少玩家的心愿。那况且呢，这款擎天柱还可以和后续的天火进行合体，这也太近了吧！所以对于这款 StreetZero 的变2柱子哥，我自然是非常期待。那么今天正好也收到了这款等待多时的玩具，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的素质表现到底如何吧。我们先来看主体首先在对比方面呢，要拿出官方的 MPM04 进行一个比较。左边打1，右边打2，你觉得哪个更好看呢？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其实这样对比不太公平。那虽说 MPM04 的造型在可变形的电影版擎天柱里面已经是近乎于天花板级别的存在了，但毕竟要考虑到变形机构的设计，所以在外观还原度方面呢，自然还是 StreetZero 的擎天柱要更胜一筹。然后我们拿出之前同系列的外传电影版擎天柱来进行一个比较，依然是左边打1，右边打2，你更喜欢哪个造型呢？那其实这2款擎天柱呢，就很好的代表了不同时期官方对于电影版柱子哥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一个是勇于创新，另外一个呢则是回归原点。我个人觉得他们的造型各有千秋，难分高下。如果硬要我做选择的话，那自然是我全都要了。同时，虽然这2款产品呢在外观造型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它们的尺寸呢都是差不多的，大概接近30厘米左右，和一般的12寸冰人都差不多大小另外，由于这2款产品呢都采用到了合金内置骨架的设计，所以拿上手呢都还是挺有分量的。但是在绝对的重量上，你会发现外传电影版的擎天柱还是要比我们这次变2电影版的擎天柱要重上那么一丢丢的。有意思的是 StreetZero 的前身 3A 在前几年也推出过一款电影版的擎天柱，不过那个尺寸要更大，而且是变形金刚3的腹肌造型。放一块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2款产品的大小确实是不在一个量级之上。但如果论整体的外观造型的话，我觉得小比例的 DRX 反而更加符合我个人的审美。而且之前 3A 这款大比例的擎天柱，其实它的关节是特别松动的，有时候甚至正常站立都会站不稳。但是这次 DRX 的擎天柱关节就比较紧实，放在手里怎么摇晃也不会出现松动的情况，一体性的表现是要比之前好上不少的。那么同类型产品的对比呢，咱们就看到这里。下面我们来看看本次 DRX 擎天柱主体部分的表现到底如何吧。那首先，因为这个系列呢，它都舍弃掉了变形机构的缘故，所以设计师可以把全部的功力都放在外观造型的塑造上。那么整体的还原度呢，理应是很高的。为什么要说理应呢？因为实际到时候你会发现虽然粗看之下感觉好像造型很不错的样子，但实际上小问题不少。最明显的首先是整体的比例那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粉丝说，她觉得这款擎天柱的腿和我一样有点过长了。那虽说对比原作形象来看，擎天柱原本就是大长腿，但是玩具这里呢，不知道是为了照顾后续天火合体的比例还是什么，反正腿做的太长了一点，要是稍微短一些的话呢，却整体看上去我觉得会舒服很多。那除此之外呢，这款擎天柱还有几处地方做的不够还原。首先，身体上面的这2根烟囱不知道为什么多了一道不明所以的刻线，电影中原本是没有的而且侧边的肩胛其实也做的太薄了一点，而在后眼的话就更还原了。同时呢，胸口红色装甲这里的细节对比电影设定来看的话呢，其实也是有所缩水的，包括下方腹部的银色零件这里，表面也是少了一些细节刻画。说实话，在主打还原度的产品身上出现这些错误我真的是不太满意。但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呢，其他部分的细节刻画还是可圈可点的。那如果你和我一样是一个机械细节控的话，那么这款擎天柱拿上手仔细端详一番的话呢，还是会给你一本满足的感觉同时呢，因为它是一款正版授权的产品，所以胸口内侧呢是有这个汽车人的标志，只可惜胸腔不能打开，所以也不可能还原出领导模块的机构不过上方透明零件的车窗，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质感还原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在其他细节方面呢，头雕其实我觉得真的还可以啊，虽然好像眼眶周围的细节比起当初官图来看有点缩水，但整体的面相我还是非常满意的。特别是当你拿它和之前大比例的擎天柱进行对比的时候，就会发现3A 的大比例的头雕，我做的这叫一个什么玩意儿啊！我的天哪！那么拆下天灵盖之后呢，就可以点亮擎天柱的双眼了。这个亮度呢还可以，不过每次点亮开关都需要拆下天灵盖零件，挺麻烦的。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设计呢是不如之前的外转柱来的方便的。而且呢，之前大比例的3A 擎天柱它的腹部的灯也能亮，但是在这款 DRX 上面，不知道是因为成本所限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啊，这里就只是给了一个金属色的涂装，让我感觉到稍微有些可惜。那既然说到涂装了，我们就来看一下本款产品的漆面。首先，标志性的火焰纹涂装的还是比较精致的，品控也不错，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很漂亮。而 Series拿手的旧画呢，在这款产品上其实是很克制的，整体的效果没有之前的大比例来那么重口味，在风格上呢和同系列的外转柱保持了一致。总之，金属质感的表达还是很到位的，拿到手呢，你绝对不会感觉塑料感很强。但是电影中擎天柱身上有一些部位，比如说油罐啊，还有油桶这里其实应该都是亮闪闪的银色，像之前3A 大比例的擎天柱就是用电镀零件来进行还原的，但是在这款小比例的 DRX 身上呢，就只采用到了金属涂装来再现。那虽然本款擎天柱呢有着多种深浅不同的银色涂装相搭配，以此来丰富整体的视觉层次感，但金属涂装的效果呢始终无法和电镀相媲美，这点呢也确实让人感到实属可惜啊。下面我们来看看可动性啊，首先头部的话呢，向两边转动啊，包括抬头低头什么的，这个范围呢还是比较充分的。然后像胸前这个红色的装甲，包括两边的这个车门，还有下面腰腹部的这个蓝色部分呢，里面都是有多段关节的，可以进行活动。那么在腰部方面呢，可以看到它是有2段关节的，平转的话呢，下面可以转动，上面呢还有一个关节，所以说左右平转的幅度是非常之大的。同时呢，这个腰部它向两边这样活动，上段的关节也是具备一定活动性的。另外呢，弯腰可以看到，它也是这个可动性非常大的。同时呢，在后面这个部分可以看到，如果你弯的足够大的话呢，这个部分的里面的机械细节刻画的也是非常出色的。这个好像是擎天柱它原本这卡车形态下后面那个牵引座是吧？肩膀内部呢是有2段式关节的，所以说可以看到前后的活动啊，包括上下啊，这个根部的活动性都还是挺好的。另外呢，上面这个圆形的机械零件部分是可以转动的，而且这个地方其实你可以给它取下来啊，因为在合体的时候呢，也是涉及到一个拆卸机构的，所以说把玩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这个地方有松脱的可能性。然后在这个侧面的蓝色肩甲部分呢，可以看到它也是可以，你看被弹出去了吧？它是可以这样提起来的，然后里面也是有这种多段的关节，同时可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细节其实做的还是挺好的。那么手臂部分的平举呢，可以看到它是能够超过90度的啊，这个可动范围还是非常让人满意的。同时呢，这个手臂360度的转动呢，自然也是没有问题啦。二头肌部分呢可以平转，但是左右最大的平转幅度呢，大概就是这么大。手肘方面呢是一个双段的关节，弯曲的幅度可以看到是能够超过90度的，这个范围可以满足日常的把玩。包括在这个手掌方面呢，可以看到它也是有球形关节，可以向各个方向来进行活动。另外小臂后侧的这块细节零件呢也是可以取下的，也是未来合体的一个机构啊，在把玩的时候呢要注意一下，别把这个东西弄丢了。然后下半身方面呢，前面这个金色的零件可以看到它也是有多段的可动的，所以说对可动没什么干涉。另外后面2个蓝色的装甲呢，可以看到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活动的。包括侧面的这个轮子啊，可以看到它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多段关节可以拉出来，这样子对可动性就没什么干涉了。而且你仔细看的话呢，这个胯关节它是有一个下拉机构的，所以说在活动的时候呢，可以给予它更充分的可动性。那么这款擎天柱呢，前踢的最大可动范围可以超过90度，向后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范围也是比较充分的。侧踢呢虽然达不到90度啊，但是这个幅度呢可以看到，我觉得也还可以了。包括大腿的根部呢，里面也是有这个平转关节的。膝盖方面呢，后面的这块装甲是可以向上掀起的，包括前面这个部分的装甲呢，它也是可以进行活动的。另外我还发现侧面这块装甲呢也是具备活动性的，但是对可动性好像没有什么提升啊，这个应该是后续合体的时候的一个机构了。那整个腿部呢，它是一个双段的关节，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活动性还是非常不错，包括在活动到最大幅度的时候呢，里面这个金属关节也是能够被透露出来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做的还挺好，关节的阻尼感呢也不错，也不松。但是有一点就是侧面的这个部分呢，可以看到它非常容易掉下来，因为这也是后续要涉及到合体时候的一个机构啊，这个在玩的时候挺麻烦的。但是说句实在话，腿部侧面内部的这个机械细节做的还是挺好看的。
脚踝部分外侧的这个车轮呢，里面是球形关节，所以可以这样的转动。同时呢，内部这个圆形的零件它也是球形关节，可以一定程度的调节角度。然后脚踝关节内侧呢，可以看到它是一个双段关节，可以微微拉出来一点。同时上面这个蓝色的装甲零件呢，也是可以活动的，并且脚尖呢也具备可动性。那这样来看呢，这个擎天柱的脚掌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可动范围都非常充分。同时左右的接地性呢，自然也是非常之好的。而且有意思的是，这款擎天柱的脚掌其实是可以给它拆下来的啊，这里并不是重匠，我猜测呢，后续可能是跟天火合体的时候所用到的一个机构了。那一番把玩下来，你会发现这款产品的关节数量很多，而且活动范围呢也都比较充分，所以说可动性其实是很不错的。标准的砸地 pose 呢，自然也是难不倒它，并且呢，虽然没有采用到齿轮关节啊，但是各个部分的关节活动起来的手感呢，还是非常舒服的，也不松。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身上的部分外甲，因为考虑到合体机构的拆卸啊，所以说可能会在把玩的时候呢，比较容易被你碰掉，这个方面需要各位多注意一下。那么配件方面呢，可以看到内容物的附属其实不能算非常丰富啊。我们首先来看造型手，这次一共是给了4对手型，除了最普通的握拳手之外呢，还给了2对不同造型的开掌手，同时呢，握持枪的手型呢也是给了1对。那么因为这个手型呢它是软胶零件制作的嘛，所以说仔细看的话呢，上面的细节会有一些肉，而且说实话，它没有给可动手，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可惜啊。那么替换起来的手感呢，确实球关节的插拔会有一些紧，在把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然后擎天柱标志性的武装战刃也是有附属的，可以看到它表面呢也是采用到了这种透明零件制作，并且上面的赛星文字的细节刻画也都不错。同时呢，在黄色的透明件上呢，也能够看到一些渐变的喷涂，整体的质感呢还是相当之赞的哈。那么通过手腕内部的这个插槽就可以直接给它安插进去了，不过这个手感是有些紧的啊，所以说在插拔的时候也是需要多多注意的。那擎天柱标志性的武器大枪呢，也是附属了1对，其中一把枪呢，它的外面还有一个蓝色的护甲零件，当然如果你不想要的话呢，这个零件也是可以给它取下来的。同时可以发现这2把枪是一个顺边的造型，但这里其实并不是中奖，因为电影中呢就是这个样子的。枪支本身上面的细节刻画，包括金属色涂装，还有这种干扫旧化效果什么的，也都是正常发挥吧，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通过对应的造型手呢，就可以把这把枪握持上去了。同时呢，因为 DRX 这个系列的成本和定位所限，这2把大枪呢都是不具备 LED 发光机构的，也是会让人感觉到有一些可惜吧。电影中擎天柱大哥是有战斗面罩和开嘴脸2种不同状态的，在玩具上呢是通过替换件的方式来进行还原。那么在替换的时候呢，需要对头部的装甲进行一个拆除，所以说玩起来的话会略微有些麻烦。那么装上这个开嘴脸之后的造型呢，大概就是这样。其实相比较于这个俗称菊花嘴的状态，我觉得战斗时候的面罩脸呢是更加帅气一点的。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地台啊，其实这个也是系列标配的规格，所以没啥特别好说的。值得一提的就是跟主体连接呢，需要拆下擎天柱臀部这样子一个小零件，然后呢再啪感觉有点疼是吧？装上去之后呢，就可以让擎天柱大哥摆出一些腾空战斗的姿势了。而且这个支架的支撑力度，包括和主体的这个结合的紧实程度呢，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配件部分的表现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看到这里，对于这款产品呢，我们也可以简单做个总结。首先可能是期望越高，往往更容易失望的缘故吧。所以在拿到手把玩一番之后呢，确实觉得很多地方都是有些遗憾的。问题之一就是身材比例不够还原，同时在配件方面，电影中标志性的武器双钩也没给，有点抠门啊。另外，考虑到后续要跟天火进行合体的缘故，所以身上很多装甲呢都是可以拆除的。这在把玩的过程中呢，也会造成一些外甲比较容易脱落的情况，确实会很闹心。但无论如何，这都是目前市面上最还原的电影版可动擎天柱玩具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呢，我觉得本品还是可以入手的。毕竟它的官方定价其实相比较于市面上其他同类型的合金产品来说，真的不算贵。另外呢，我也非常期待后续推出的天火，等到时候出货了，我也会考虑做一期合体视频和你们一起分享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内容了，喜欢视频记得多点赞、订阅支持一波，同时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我们下期再见，拜拜。除了扫描二维码以外呢，我们还可以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最下方一栏公众号里呢，输入涛哥测评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另外别忘了置顶我的公众号，这样子呢，我每天推送的最新玩具资讯你就不会错过了。玩具资讯哪里找？尽在涛哥公众号，赶快关注起来吧。